大家好，我是乔乔妈。这期视频我们做灌汤包。先来做皮冻。做皮冻的原理就是经过熬煮，让食材中的胶原蛋白析出，在冷却后凝固成凝胶状。像鸡爪啊、猪皮啊，或是关节处的大骨头，都是富含胶原蛋白的。同时，猪骨也会让皮冻更香。平时处理食材剩下的这些零零碎碎，冷冻攒起来，就够吃一顿鲜美的灌汤包了。先来焯水。冷水里加一勺花雕酒去腥，大火烧开后挪一下，让锅做偏，这样浮沫就赶到一边去了。打净浮沫捞出来。我们来熬皮冻，准备葱姜料酒、花椒、八角和香叶。所有材料放入高压锅，加650克水，压50分钟。压好后加一点点盐给皮冻调味儿，用剪刀戳一戳，剪一剪，帮助胶原更好的释放出来。开盖再熬10分钟，让多余的水分蒸发掉，这样做出来的皮冻浓度高，凝结好，不容易破碎。过滤掉杂质。皮冻汤放冰箱冷藏4个小时到凝固。我一般是头一天晚上做皮冻，第二天包包子。我们来和面。我们要做一个半烫面的面团，中筋面粉，中间画条线，先用滚烫的开水烫一半的面，搅匀。另一半面里加一点盐，用常温水和面。最后混合2种面，半烫面做出来的汤包皮既柔软又有韧性。揉成团就行了，休息20分钟再来揉面。1、2、3、4、5，揉5下已经光滑多了，继续揉5分钟，让面团形成更多面筋，这样面皮可以擀到很薄，也不会破皮漏汤。揉成一个长条形，加盖休息1个小时。用这个时间我们来调馅儿，先做葱油。斜刀切开大葱白，再切碎，斜切会破坏葱白里的粗纤维，这样吃起来就不塞牙。最后把葱切得碎碎的，它在皮子里就不会支棱起来。烧点油，加上花椒粒儿，烧到油滚烫，花椒出香味儿，浇到葱花上拌一拌。这个葱油太香了，放一边晾凉。我们来切猪肉，要有一点肥肉，这样吃起来才香。肥瘦3:7或者2:8都行，肉馅剁碎。昨晚做的皮冻已经完全凝固了，因为我们有大火收汁的步骤，所以它凝固得很好。上面白色的是一点点脂肪，只有薄薄一层，我们就把它留在皮冻里了。皮冻我们只需要2/3，剩下的1/3可以留着以后炒菜当高汤用。自制的高汤非常提味儿。皮冻切碎碎的，这样一会儿包包子更容易。皮冻切好后放冰箱冷藏备用。我准备了一点鸡汤，你也可以微波炉融化一点我们自制的高汤。鸡汤分3次搅到肉馅里，这样做出来的馅儿不发柴。每加1次，顺同一个方向搅到吸收。来调味儿，白胡椒粉、生抽、老抽，一点点盐，搅到调料吸收。打一个蛋清，搅到肉馅有些上劲儿，擦一点细细的姜蓉，加入放凉的葱油，这个时候就非常香了。最后倒上碎皮冻，皮冻和肉馅的体积比接近1:1，点点香油，放冰箱冷藏30分钟，让香味融合。馅料冷却后也更容易包。正好面也休息好了，擀成细长条，从中间一切为2，切剂子，每个18克，可以包22个灌汤包。剂子按扁，十字形的擀2下，这样就初步有个圆形。后面和擀饺子皮是一样的，第一圈力度轻一些，接下来适当加大力度，擀成一个边缘薄、中间稍厚的大圆皮儿，直径12厘米，它是半透明的状态，厚度1毫米。我们来包灌汤包。
上馅儿。馅儿压平，手法和包包子是一样的。先看右手，拇指不动，食指立起来打褶子，每次的步长5毫米。再看左手，拇指在面皮的里面轻提面皮，食指在外帮助右手食指送褶子。我一般打24到25个褶子，新手的话打18个以上的褶子都可以的。开水上屉，中大火蒸8分钟，不用焖，直接开盖，因为皮子很软，包子冷却后会变扁一些，这是正常的。汤包趁热吃，蘸料很简单，最好有香醋和姜丝，放不放辣椒油看个人口味。先开个小窗户，来一口热乎鲜美的汤。来，孩子们先吃啊！乔乔妈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欢迎您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，下期节目再见。